大家好，我是美食说的芊芊。哎，等一下，我的店，我要拍的店不然就入镜了。嘿，我芊芊呐，爱记起赞购、起订阅、洗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大家好，我是美食说的芊芊。我现在人呢正在韩国首尔。我们今天来拍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要来踩点在网络上评价非常高、人气店家究竟好不好吃。那首先呢，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家，就是这间 Artist Bakery。这间呢在 Naver 上跟台湾的那个，你只要搜寻韩国面包，这间一定会出现。而且我还看到有文章说，这是在他心目中人生第1名的可颂，西屋啊夸张。我们就一起来开箱看看。重点是他现在人呢超级多，在排队，但是我们来的时间非常的早，所以呢，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怎么样不用等就可以直接进去。那我们就一起来开箱看看吧 ，Go！ 怎么办？看起来有点太华丽，我不知道从何夹起。口味怎么这么多？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装了3个盘。我们现在呢，第一间来到这间 Artist Bakery。我刚刚看了一下，因为它真的是太多可颂，看起来太华丽了，所以我刚刚就有点失手点太多。它其实跟伦敦 bagel 是姐妹店，所以我刚刚就是默默的又点了它的那个酱料。然后这个伯爵茶酱料是刚刚店员推荐我的，我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我刚刚其实有点开心，因为我的名字终于被拼对了。是我出国的时候去星巴克点餐，他都会说你的名字叫什么，我就说 Chan， 没有一次是对的，我还有拼过给对方，这个有算成功的吧？虽然少了一个 I。啊，外面在排队了吗？告诉大家，7点起床是有用处的，好不好？你看我脸还在肿就知道多认真。我们先来吃，这个是原味的最基本的口味，然后它分软的跟硬的，但我2个都点了。它跟我们想象中可颂其实有点不一样哎。很香，有点像生面团的感觉，咬起来非常的柔软。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没有，它底部的这边是有一点脆脆，然后再搭上它上面的海盐咸香，很柔软哎。它这个底部超级好吃的，很幸福哎。刚早起其实有点厌世，就吃完之后就觉得人生真的很美满，尤其是看到排队的人。这个是硬的，我们来试看2个的差别怎么样。啊，它的硬的也好吃，可是它其实也不到硬，它只是上下很酥脆，然后里面它还是湿润，可是我觉得它那个弹性会稍微少一点点，但还是好吃。可是我比较喜欢软的，软的一吃下去，哇，硬的吃下去就哦。现在外面天气很冷，就是要吃一点这种淀粉类的。我之前第一次看到这一家的资料的时候，我看到柠檬先生一吃下去之后他就笑了，我现在知道他在笑什么了，怎么听起来比较变态？因为他的奶昔也很受欢迎，很多人打卡，所以我刚刚就问他说，就是最多人点的是哪一个，他就推荐我草莓奶昔，而且我觉得很可爱，是上面还画了一只他们家的吉祥物，讲吉祥物好老，等一下，他们家的那个招牌狗狗这里啊。我们先来喝汤，就是我点蘑菇浓汤的时候，在想说会不会跟伦敦贝狗有点像，但是我刚刚送上桌的时候，发现它其实长得有点不太一样哎，有长得不一样吗？来，请上画面。浓汤这种就是要速速的赶快喝它。很浓很香哇！我拜托大家送上桌的时候马上喝它，就它入口那个蘑菇的味道，整个在你嘴巴里面炸开。然后因为现在外面非常的冷，有暖气在配上热热汤，然后又是那种重口味浓郁的，你就觉得整个不想离开。难怪每一桌都有点。我觉得你们需要我这种朋友，就是你什么都想要吃一口的时候，但又怕吃不完的时候，你们就是需要我的。请珍惜周边的芊芊。牛奶、奶油、盐面包。为什么会加它呢？没有为什么，只是看起来很华丽。看起来是不是很华丽？
哇，很好吃，怎么会这样？会不会从头到尾每个都这样？它里面的奶油是带有一点点那种咸味的，刚刚的软的那个原味可颂一样，它的底是那种又脆又有点咸香的，合在一起很好吃哎。你知道你第一口下去的时候会很冷静，然后第二口下去的时候，你觉得哇，干什么？果酱会要配对哦，等一下原味已经没了，我忘记果酱了。我发现这一间呢，最特别的其中一个点就是他们不需要果酱。接下来就是网络上没什么人推荐，但是我个人呢看到它，我忍不住就想点核桃肉桂，肉桂的味道，看起来是不是很美？喜欢吃肉桂卷的人一定要拿它，那肉桂香味非常够，然后因为核桃本身特有的香味，再带一点点的奶感，肉桂这跟奶油合在一起的味道，好好吃哦！这个甜的，吃着吃着再喝一点这种咸的，合在一起疗愈。因为它浓汤浓到，就是如果你吃那种原味的可颂，你是直接可以沾起来这样吃的。我觉得那一定也超级搭。但我个人会建议你点2个原味，因为你一个原味，你可能会不小心先把它全部吃完。我看起来很为难，因为真的太多口味了，大家可以理解吗？选择障碍，还好我可以全部都点。这个是马铃薯奶油草莓酱面包，这个也是蛮多人推荐的。这是一个不是，我以为是一个爱心，它是一个三角形，自作多情的女人。它有点像比斯吉的概念，又有点像菠萝油的概念，因为中间加奶油。口感也很像比斯吉，我觉得它面包本身是有点奶感的。然后我在想，它马铃薯应该是在这有啦，这里。可恶，他们一直响铃，看我一直很想要看是什么上桌了。葱面包我们在伦敦Bagel的时候也有吃到类似的，然后就比较少看到有人推荐它。那为什么点它呢？就是因为漂亮。这个是葱奶油面包，它的葱面包有没有那种汁的？是那种味道很重、很香，可是没有带辣感的那一种葱，然后再配上它的奶油，因为它奶油特别选那种比较厚实的，所以它其实跟葱很强烈的味道合在一起，就会觉得刚刚好。店员手上拿了一整盘原味的。宜兰的3星葱好像可以做这种形式的面包，一定会超卖，因为真的好好吃哦。我们赶快把我们的空盘移出去，就不会让人家觉得怎么会一个女生吃了3盘。黑龙跟我没关系，我吃的都算他们的。接下来是大蒜奶油盐面包，这剖面有漂亮吗？没有。哇！之前不是很流行那个整个把面包泡进去那个蒜酱里面，然后烤的那个面包，这个就是一样的味道，可是它搭的是松软的可颂，很像那种生面团的感觉，所以它的空气其实会吸饱那个酱汁，你咬下去它就很多汁喷出，就挤出来。我讲听起来很不好吃，我就形容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了，然后奶油又加火腿，你就会觉得这蛮漂亮的吧？还有放那个芥末籽，它的那个整体味道，火腿本身的咸度其实不会到很高，芥末籽，然后跟奶油下去做调味，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会有点像是冷的那种火腿三明治的那种感觉。我跟你讲，我现在算是这间面包店的老手了，所以我现在看到有人手上拿什么，我都会很想跟他推荐。幸福有点短暂。我跟大家说，我真的不是为了想要再吃一次原味，所以才不吃酱的，好不好？就有时候真的是顺序的问题。吃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呀，我们还有酱料，好像疯子在这里吃了这么多可颂。这个是伯爵的，这是店员推荐我的。
因为我个人觉得伯爵茶很容易会有一股香精的感觉，然后它会有一点很刷刷的感觉，但它不会，它就是刚刚好的伯爵茶。但其实我刚刚问店员推荐的时候，他说他的第1名也是这个，然后我就说我不要这个，你给我另外一个。第1名的酱料，我们来试试看。像蜂蜜芥末的感觉，但稍微再奶一点，刺感再稍微明显一点，就是比较强烈一点的味道。这个我觉得好像配咸食比较搭哎，两个比起来，我好像比较喜欢伯爵的味道。吃完了我们的 Artist Bakery， 我只能跟大家说，大家真的是要来试试看呢。如果你本身是喜欢吃松软湿润，然后又带 Q 弹的面包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一间。然后我觉得这一间最特别的点是在于它的原味就已经很好吃了，然后脆的跟软的有2种可以选。我个人会比较推荐大家可以点软的，因为软的那个湿润度跟 Q 弹度我觉得很棒，尤其是它那个底部。这个底部我真的是很想把它单独拉出来，就是直接吃它。然后我个人会比较推荐它的甜的口味，然后酱料请试一下店员推荐的伯爵奶油，请一定要拿原味的去沾它。它的第1名的口味啊，我觉得它非常的适合搭牛肉，我觉得大家可以点回去搭牛肉试试看，真的太像我喜欢的那种牛排跟瓦萨比的组合，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看。然后浓汤要点。肉桂核桃我也觉得蛮好吃的，葱我也觉得蛮好吃的，蒜也好吃，怎么办？会不会？然后大家如果来啊，可以用那个 Catch Table Global App， 你可以先登录，提前登记，然后时间到了之后来这边就可以不用等，就可以直接入店的，非常方便。啊，原味要记得点，好不好？那个底部先吃掉，上面的给朋友，不能这样子，是不是？那我们接下来就前往我们的下一间店，推推。刚吃完 Artist Bakery 之后呢，现在来到现代百货逛一下，主要是我们想要来吃一间在 Mindy 的短影片里面有看到一个红心的提拉米苏。我们刚刚来发现红心提拉米苏旁边有一间伦敦 bagel， 还有一间分店在这，超近，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吃伦敦 bagel， 好像可以来这间分店试试看。他们百货公司的美食街，它有附一个很神奇的功能呢。哦，它就充电了哎，好贴心哦。你有发现它的袋子非常的漂亮吗？这个超级适合送礼的，而且我在想说，这在韩国现在应该很流行，因为我刚刚其实看到好几组人来拍照，然后架灯的那一种。等一下，我也要把我的灯拿过来。设备组，我也是有带很大一咖的。哇，咖啡长这样，什么意思？怎么这么大？咖啡界的我呢？这怎么这么长？而且它的那个盖子也是爱心的，很一致。它吸管也是爱心的。这咖啡呢，我觉得它有点足球小将修图把腿拉超高，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刚刚还有这个是加购的，上面可以写圣诞节快乐，因为我们现在来接近圣诞节。我们先来开原味吧，情人节快乐！哇，打开是长这样，然后它的里面的形状也是一个爱心。等一下。大家先看一下别人写的，有啦，有一点感觉了，有吗？有感觉吗？早上去拍完 Artist Bakery， 下午就来当艺术家。你看一下我写的这个订阅，等一下我的爱心要流了。然后大家如果有买写的这2条的话，跟大家说下手要快很准，因为它下面这个是冰，所以一碰到的话它就会硬掉。你看我这个订阅。然后把订阅敲下去的意思呢，就代表，哎呀，这部订新年快乐。哦，我很像在施工哎。吃的时候不能深呼吸哦，它上面不是用一层巧克力这样盖着吗？甜度会不会太高？但不会。而且它不是那种带苦味的提拉米苏。我还记得我人生第一次吃提拉米苏的时候啊，上面不是都会有巧克力粉吗？你就是会很习惯先闻一下它的味道，然后差点死在那个整个粉呛到一个不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刚过完圣诞节，我们现在来过跨年了，祝大家跨年愉快。我们接下来吃开心果口味。哇，它开心果上面也是有点像提拉米苏的那种感觉。我喜欢原味的。
我们的跨年过完了，大家知道接下来要过哪个节日吗？没有错，我们的蛇年来了，好烂。大家情人节有收过巧克力吗？我情人节其实没有收过巧克力。我哥学生时期的时候很帅，所以就很多人送巧克力给我哥，然后我就负责帮我哥把巧克力全部吃完。虽然我哥现在就有点，我哥学生时期的时候很帅。哥哥新年快乐哦！白色敲起来很漂亮哎，看起来有种有没有 Oreo 感啊？这个的话就是那 Oreo 的饼干，然后把它捣碎之后的那个巧克力。吃完了这间红心提拉米苏，我吃了3个口味，然后我个人会比较偏爱原味多一点点。虽然说我本身是比较喜欢酒感重一点点的那种提拉米苏，但是因为我看它网络上其实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刚刚看到蛮多，看起来应该是foodie来拍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还是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接下来下一间 ，Go。我们的晚餐来到我们的热门打卡的最后一间，这间叫松记屋。然后这间呢，主要是韩国当地人推荐的。Naver 的评论有4.66，超高分，然后1000多个评论。因为通常大家来韩国不是都是牛肉或是猪肉嘛，这一间比较特别，是专门以鸡肉为主。然后我觉得这一间有一个很棒的点是全程帮你烤。不需要自己烤。然后这间呢，仲江跟宋明浩本人非常的喜欢来这一间店。然后我已经稍微做过功课，来呢先点大盘，大盘就是所有的鸡的部位都有，还有推荐饭一定要点。那我们就先来点餐。萨米达，这个是大盘的综合。OK。哇哦，这种坐着发呆有人帮你烤的感觉真好。他说心好了，我可以就是沾盐试试看。哇，很好吃哎！别人烤好的就是不一样之外，熟度刚刚好，所以它吃起来是软脆的那种口感，很好吃，但是没有腥味。他推荐软骨要沾这个花椒酱。它的蒜头要推荐沾花椒酱，但是我觉得它花椒酱的味道其实没有到非常的重，我觉得蛮适合沾这个大蒜酱的。它的鸡腱它也是推荐沾蒜酱，那我们就沾一下，沾超多。他一定觉得我们这一桌蒜酱可能会消失很快，我觉得这个蒜头可以直接淋上去。然后他推荐沾辣的，这个是柚子的辣，然后这个是原本的另外一种不知道沾什么的辣。OK， 我们来试试看，先沾一点这个最喜欢辣酱。沾另外一个比较辣的。我喜欢它的辣酱，花椒的酱跟蛋黄的酱，我觉得味道有点太甜跟太奶了。鸡腿，这个才是鸡腿。可是鸡的那个颈肉其实有一点点像鸡腿耶，就是嫩软，我觉得蛮神奇的。因为我刚咬下去第一口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像鸡腿哦。但它真的很会烤鸡肉，但它的鸡腿是有先烤过外皮才送上来的，可能也是怕没有熟。这个是已经好了的大蒜 cheese 炒饭，沾一下它那个大蒜，它就喷出去了。感觉好像可以再加一点这个蒜酱，我来试试看沾这个。很有，要搭。它的蒜片很香，可是单吃 cheese 的时候，你会觉得少了点什么，配上这个酱之后刚刚好。我想要默默的把这个刷掉。我喜欢有点微辣，我觉得东西有点微辣，那种心口的感觉很刺激你的味蕾。然后搅拌一下，再把蒜片给它移过来，这样看起来就很赞。哇，请照着我的吃法。因为我单吃它会觉得它味道少了点什么，因为我这个加进去之后不得了了，有一点微淡辣，然后蒜味超重，再加上蒜片刺脆的味道，我觉得我超会加。我这样打开太香了。它刚烤好鸡腿肉，我们来试试看它烤的鸡腿肉，然后皮烤的脆脆的，哇，它鸡腿肉的那个炭香味超香的，很重，
鸡腿肉沾花椒的酱汁就不错，一点点就好，很香。我们来吃吃看这个松鸡乌拌面，哇，这个肉看起来量好多。哇，这是不是有点像冷面啊？因为它是冷面那种细的那种面条，这一定要搅拌均匀。冷的吹什么？哇，这个最好吃。它是那个韩式冷面的感觉，然后有点酸酸、微微辣辣的，然后里面还有加那个猪肉，然后吃的过程中还有那个蔬菜脆脆的感觉，这个很好吃哎！哇，这个，哇，第一名，怎么会是它？这很像去那个广东市场吃他们路边的那种小吃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料给超多的。这个是鸡脚，然后去骨的，它看起来很辣，不知道为什么。鸡骨啊，会辣哦，好辣哦，但是很好吃哎。胶质外面有点酥酥的，很入味的那种打汤，可是又不到很干，有一点带甜味的啦，很适合配啤酒跟烧酒。吃完了松鸡屋，我觉得整体吃起来它的口味上比较没有那么的重，其实有点像是你去日式串烧店，可是你从头到尾都是点那盐味的味道。如果你本身是喜欢吃比较清淡口味的，吃了之后还会再想要点第二轮的。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口味比较偏重，那因为它桌边有蒜酱，我蒜酱就还沾蛮多的。然后个人整体吃起来呢，我喜欢它的鸡心跟它的鸡颈肉。松鸡屋拌面跟蒜香气质拌饭。如果大家点蒜香气质拌饭，我会推荐大家可以用它的周边的蒜酱跟加它的辣酱搅拌之后再吃。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重口味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这样子搭。大家家庭旅游一起来的话，我觉得蛮适合来这里，因为你就是坐着，然后大家就各自发呆，就会有人帮你把肉烤好，其实还蛮有趣的。我们现在呢吃完松鸡屋之后，来吃这一间是24小时的马铃薯排骨汤，然后在汉南洞。但是它有点违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们今天是要开箱热门人气店家到底好不好吃，就是网络上很多人打卡的店家。但这一间呢，老实说，我之前来吃过，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啊，我就把它记到很紧，你知道吗？每次在台湾的时候想到马铃薯排骨汤，我都一定会想到这一间。然后这一间呢，它一定要在非用餐时间来，因为它平常来是要大排队，而且我之前第一次来的时候，店员只会讲韩文，然后也没有就是其他语言的菜单。但我这一次来，它有中文跟日文的菜单，所以现在应该蛮多观光客来的，所以大家来的时候要避开用餐时间，因为像我们现在大概8点多过来，就完全不需要等，直接入座赞。然后我点了它的汤的跟干的，它其实分量都蛮大的，你不要看它2人份，然后就很失控乱点，因为2人份其实3个人吃是刚刚好的。然后因为我们2人份对我来说OK 啦，就我个人会建议大家可以点1汤1干，因为我觉得2个风味很不一样。我自己觉得它汤汁会稍微干一点点，因为它加了非常多紫苏下去，然后它的那个香料的味道，汤头喝起来很有层次。而且煮久之后马铃薯超级好吃，干的排骨它的肉会稍微再嫩一点点，然后很刷脆。我刚刚才发现没有开麦，自己就吃得很开心，到底是多饿？现在1整百来吃，有点微担心，但是还是很想很幸福的嗑它。你看看这个肉一剥，筷子一夹它就下来了。肉剥下来之后，洋葱剥上来，疗愈。但我觉得它有个小缺点，就我觉得它的萝卜没有很好吃。可是这个剥下来之后配那个洋葱，而且它洋葱不会到太辣，我觉得超香。它虽然菜单现在很多那个国外菜单，但这时间来还是都是当地人哎。这个是汤的肉，白白嫩的，哇，这每一个都很大块。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那个泰国的火山排骨，其实我觉得那2个的形很不一样。剥下来的肉，哦，你看这个剥一剥之后它就自动脱骨，获得满满的一盘肉，再加一点点干的豆芽菜。这个吃完，很想再回去第一间的 Artist Bakery 交替吃。很想跟他要洋葱，可是洋葱的韩文 onion 是谁哦？它的洋葱我不知道有没有处理过，完全不会辣。洋汤
羊棒，我要来试试看。至少要先对盐，对盐就先赢一半了。用胖吃谁哦？用胖 onion。失败了，糟糕！因为我们刚刚这边练习那么久，没有用。卡萨米达，哎，洋葱真的给的好少。我们从早吃到宵夜。我对面的2位，来，现在几分饱？所以，来，你几分饱？超过12分。来，我等一下还可以再煮个白饭。哎呦，这个我给他满分。哇，还好有这个保护呢。汤的马铃薯，我最喜欢它。其中一个就是韩国冬粉，吸饱了它的马铃薯排骨汤的汤汁，肥肥的，哇！哇，明天一定会变猪头。为什么感觉韩国人都不太会水肿？我们的马铃薯排骨汤最后变成了饭，哇，幸福！这个烟雾弥漫不得了了。我不是说它的汤汁就是比我常吃的马铃薯排骨汤味道再更多层次一点吗？做成那个锅巴饭之后，那个味道更香。明天会比想象中再更重，因为毕竟它还有海苔，又融合了那个汤汁，不得了，很好吃。我们刚刚11分饱的银针，现在已经开始在吃白饭了。12分饱的，你有吃吗？哇，12分饱已经不行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它干的那个马铃薯很好吃，可是其他桌全部都吃完，就唯独马铃薯没有吃完，实在是很想跟他们当朋友。我们这一桌都很喜欢马铃薯，而且这间超多艺人来，然后墙上全部都是签名。今天这一间吃下来啊，首推大家一定要吃吃看，就是 Artist Bakery， 然后跟这一间，我拜托大家去 Artist Bakery 一定要点它的原味可颂。如果我是最后一天去吃那一间店呢，我一定会打包原味的，然后带回台湾分给大家吃。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间，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马铃薯排骨汤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来试试看这一间，因为它味道真的很多层次。你如果就算之前有吃过其他间，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来吃。我第一次来韩国吃马铃薯排骨汤是吃这一间，后来再吃其他间，就是连我室友都是吃其他间，他都觉得很不满意。所以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其实我觉得松鸡屋也还不错，姑姑就非常的喜欢，因为她觉得它的味道没有到非常的重，因为她有点不太习惯太重口味的，所以她通常吃1-2口就会停的。但松鸡屋因为它口味上比较清淡，所以它是可以点完1轮之后又想要再点第2轮、第3轮。而且我觉得它很方便的点是，如果你今天跟朋友一起聊天或什么之类，就旁边有人帮你烤，然后它鸡肉烤的熟度又抓得非常的精准。然后我推荐它的冷面真的是可以 try 一下。不知道大家今天看完之后最想要吃哪一家，或者是你来韩国有吃过哪一间店，你觉得人气非常的高，吃到的时候真的就如同它的人气，它不是完美店，真的会让你惊艳的，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推荐。那我要继续吃了，大家最后再给大家看一眼，原味的真好吃，哇，那个店员很漂亮耶，我的妈呀！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不能太明显。你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朋友就会说，来，我现在跟你讲，你不要往后看了，后面有个男人很帅或什么之类的，就会有一个朋友说在哪里？很漂亮呢。